母后偏爱沈夫人的女儿，她从小就教我谦让妹妹，事事以她为先。因此，华服是妹妹的，封号也是妹妹的，就连为嫡公主准备的暗位，妹妹都比我多出一个。多年后，乌孙求娶公主，母后又把目光投向了我，她为难：阿央，你妹妹身体娇弱，去不了那贫瘠之地，不如你替她出嫁。我却没有半分争辩，乖巧应下。可她分明知晓，那乌孙风土极差，民众野蛮，王族共欺。我去了，只会是九死一生。我在大殿跪了一夜，高烧晕厥。母后却没有半分心软，只顾着宽慰受惊的郑轩。我终于死心，从此再也没有叫过她一声母后。她却罕见地红了眼：阿央，你为何就不能理解母后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轩儿还这般小，如何能去乌孙和亲？皇上怎么忍心？母后刚刚得知乌孙求娶公主的消息，整个人仿佛被定在原地般，不可置信地说。郑轩听了，一双盈盈水眸瞬间变成满了泪水，他立刻跪下，哽咽着说：母后，还请成全轩儿。宫中只有2位公主，姐姐身份尊贵，是万不能去的。说完，郑轩抬头，视线若有若无地往我这边瞥了一眼。母后脸上顿时浮现一丝了然，她把目光移到了我的身上。阿央，须臾间，她就已经做出了判断，她的眼眸从未如此希冀。阿央，你可愿替你妹妹出嫁乌孙？面对着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剧情，我内心已经毫无波澜。我笑了笑，儿臣若说不愿，就不会去和亲吗？闻言，母后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局促，不过也只是一瞬间，她又恢复了身为皇后一贯的威严和端庄。阿央，你是嫡公主，更是本宫的亲生女儿，比轩儿成熟得多。更何况她的身体娇弱，舟车劳顿，去乌孙无疑是要了她的半条命。3言2语，这大汉最尊贵的皇后便定下了我的命运。可她似乎忘了，我仅仅比郑轩大1岁而已。但从小我便要事事都让着郑轩。郑轩咬了咬自己粉嫩的唇瓣，有些为难。母后，轩儿怎么好意思让姐姐替我和亲？还请母后收回成命吧。母后慈爱地牵起了郑轩的手，叹了口气道：轩儿，本宫答应过你的亲生母亲，会照顾你一生一世，本宫绝不会食言。我知你心善，不愿让阿央受委屈，但天朝威严，阿央又是嫡公主，嫁去乌孙，定不会受气。郑轩这才害羞地笑了。母后，轩儿明白。在旁人看不到的角落，郑轩唇角冲我扬起了一个挑衅般的笑。2个人紧紧拉着的手，一丝缝隙都没有，仿佛是这2人才是一对亲母女。可郑轩不知道，重活一次的我，对这缥缈的母爱早已不抱希望。上辈子我用尽了所有办法，都没能让母后改变替嫁人选。那晚我高烧将近3天3夜，汗水打湿衣襟，脸色苍白，我趴在床边，苦苦央求母后不要把我送去和亲。她一向冷然的面容不禁有些动容，就连她贴身的婢女都忍不住求情道：娘娘，其实可以找一些贵女，封为公主，嫁去乌孙。母后细细思量了2秒，正要说什么时，郑轩却不经意道：可是如果不是王朝的公主，乌孙王会不会觉得大汉轻视他们啊？他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彻底封死了我的后路。人生至暗时刻，我也曾想过这个妹妹只是无心之举，可偏偏在我出嫁那日，郑轩告诉我，母后已经为他和楚玉定下婚事。为了避免婚事变动，不日即将出嫁。他笑着，眼里却没有一丝善意。他说：姐姐，这也算双喜临门吧。母后知我情意，轩儿也甚是感念呢。姐姐，你别怪我，谁让你站着楚玉哥哥不放手呢？有你在，他就永远看不到本宫；有你在，我就始终被嫡公主的身份压上一头。所以，本宫只能送你去死。等你死在那贫瘠的乌孙，本宫会为你焚香祈福，保佑你下辈子投好人家的。我本就忧思过重，听了这个消息，更是当场便气得晕了过去。我气我痴傻，更气母后的偏心和狠绝。她明知道我与楚玉自小青梅竹马，情谊深重，这也是我刚开始不愿和亲乌孙的理由。
可母后听了，却不满地说：“你身为嫡公主，怎么能只知儿女情长呢？未央，你太令本宫失望了。如今他却能为了郑轩的幸福，下旨赐婚楚玉，日夜忧思，思念家乡，恨不当初。这些负面的情绪让我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。就连乌孙王也没想到，不过是换来王叔几人共赏王妃，怎么就直接一病不起了呢？我也不明白，母后口中的天朝威严，怎么到了乌孙便丝毫不存。她不知道我在乌孙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。而那时的郑轩在干嘛呢？她成为了大汉唯一的公主，她拥有了我全部的父爱母爱还不够，就连我唯一拥有的楚玉，她都要抢走，多可笑啊！这一世，我再也不会傻乎乎地等待自己死亡的结局。不管是郑轩欠我的，还是母后忽视的，我都要拿回来。命运要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。虽说要派人去和亲，可父皇心中的人选其实是郑轩，毕竟他不爱沈夫人，我却是他心尖上的女人生下的女儿。所以纵使母后想要换人，也得跟父皇周旋一番。而我要做的，就是把握住这些时间，创造出一个我一定不能去乌孙的理由。楚玉是我最为关键的一步，也是最为容易的一步。他心悦我，可以为了我抵抗世上的一切。上辈子得知我即将被送去和亲时，他差点结亲，是我劝他为大局着想，以百姓为重，楚玉才歇了心思。今生我不会再去替嫁什么所谓的乌孙王，论荣宠资历，郑轩享受的不比我差，更何况一开始定下的人就是他，不是吗？我眼下眸中思绪，掀开帘子，问道：“楚玉，你还没想好吗？”帘后的男子悄然出现，他容貌俊美，眉目如画，此刻神色却有些犹豫。公主，真的要这样吗？怎么，你不想帮我？你忍心让我嫁去乌孙？我凑近男人，轻嗅他身上的香气。他脸上果然出现一丝薄红，眼中多了一丝坚定，语气近似急切地说：“公主，我当然不愿意让你去和亲。”楚玉遵从便是。我轻轻笑了。这一晚灯火摇曳，红烛未歇。3日后，大公主有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后宫。有孕！母后惊疑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，她忍不住起身观察我的小腹处。我和楚玉一起跪在下方，旁边郑轩的脸已经气得通红，一双眸子死死盯着我，恨不得盯下一块肉来。因为今天就是父皇要改变旨意的时候。是的，母后，我已经怀了楚玉的孩子。听见我如此平淡的陈述，他顿时怒从心中起，扬起手便打了我一巴掌。他，郑未央，本宫平时都是怎么管教你的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一点符合公主的身份？那么多人瞧见楚玉进了你的宫殿，你真是让本宫丢了好大的脸。猝不及防的一巴掌，让我瞬间倒在了地上。他用力之大，让我的左脸颊瞬间变红肿一片。我不禁咳嗽了几声。你……他还想扬起手，可楚玉却牢牢护在我的身前。他目光沉静，夹杂着一丝冷意，视线平视着魏皇后。娘娘，公主再如何，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更是大汉的嫡公主，方才可以是娘娘暴怒之下的行举，但这一巴掌再下去，只怕会影响娘娘和公主之间的母女情分。楚玉说完，母后便控制不住地扬声道：“本宫没有这么丢脸的女儿。”说着，她锋利的目光又落在了楚玉的脸上。楚玉，本宫还没有问问你，哪里来的胆子，竟敢诱骗公主？别以为你父亲是太尉，本宫就不敢动你。来人，将楚玉拉下去，重打50大板。听见魏皇后要责罚楚玉，一旁冷笑着看戏的郑轩主动站了出来。他轻轻抚摸着魏皇后的背部，柔声道：“母后，您别生气，不如听一听楚大人和姐姐的解释。”轩儿想，纵使二人一时糊涂，但肯定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怀上孩子呀。魏皇后闻声，一双锐利的凤眸直直朝我看来。未央，你莫不是不想去和亲，就随意找了个借口来欺骗本宫？我擦了擦唇边的一丝血迹，无所谓的笑了笑。我知晓母后从来不信我的话，所以早就传来了宫中所有仪式，一事变之。
瞧见我唇边的血迹和脸上的指痕和无所谓的话，魏皇后不免愣了愣，面上闪过一丝疼惜。她罕见地放软了语气，想伸手触碰我的脸颊，却被我不经意躲过。阿央，本宫也是。她想解释什么，但忽而又想到什么，于是闭了闭眼，又正色起来。罢了，若是你敢骗本宫，本宫绝不轻饶。娘娘，公主的确有孕2月左右了。太医恭恭敬敬地低着头，擦了擦冷汗。大公主尚未定亲，这等密信实在让她惶恐。这个结果不禁让魏皇后面上浮现一丝疲倦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郑轩站在一旁，紧紧抿着唇，眸中闪着恨意的光芒。可也只是一瞬，他又恢复了以往善解人意的模样。他跪了下来，泪眼朦胧。母后，如今姐姐有孕，就让轩儿去乌孙和亲吧。魏皇后拒绝得很快。不行，你还这般年幼，母后不忍心让你远嫁。好孩子，这件事容母后想想。年幼，母后怕是忘了，郑轩在去年便已经及笄，在民间早就过了出嫁的年纪。轩儿，母后决定从贵女中选出一名女子，封为公主，前往乌孙和亲。魏皇后轻轻笑了起来，似乎是觉得自己睿智。她捏了捏郑轩的鼻尖。至于你，就留在宫中，安安稳稳地当本宫的小公主，这可以吗？郑轩目光湿漉漉地盯着魏皇后看，无辜忐忑的语气让人忍不住疼宠。自然可以，哪怕是明白母后偏心，这一刻我的心脏还是忍不住酸痛起来。看啊，他分明可以轻松地化解和亲，可还是要将我送去吃人的地方。我有时候都想问母后，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呢？可每次话还没出口，就被他严厉的目光逼了回去。还记得幼时，外朝进贡了一颗明亮硕大的夜明珠，这是嫡公主才可以享用的待遇。可母后却唤来郑轩，问他想不想要。郑轩怯怯地看了我一眼，点头。母后便笑着将夜明珠赐给了郑轩。她说：未央，你是嫡公主，本就尊贵，这些身外之物要让着妹妹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直到现在还是不明白。他根本不知道，郑轩得到那颗夜明珠之后，就整日里来我的宫中显摆。他说他根本不喜欢这些东西，可谁让母后喜欢他呢？我气不过，推了他一把，夜明珠便摔得粉碎。可这真是我的错吗？母后却一味地惩罚我，公主失德，禁足3月。我错过了最爱的风筝节，也错过了一个孩子该享有的爱。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，看中的封号、暗位、心爱的头面等等，他也许都忘了吧。公主，有楚玉在。一道温暖的声音将我从思绪中拉了出来，手指被楚玉捏着，心口处的酸涩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热热的、酥酥麻麻、暖洋洋的感觉，蔓延到全身，好舒服。我眼眶一热。是了，我还有楚玉，世界上最好的楚玉。我紧紧抱住了他。本宫知道，我知道。最终，因为我怀有身孕，所以惩罚只是禁足1月。但楚玉就倒霉了，哪怕有楚老在前朝的力保，死刑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他还是受了30刑棍的伤。看着楚玉血淋淋地躺在了床上，我对郑轩的恨意不免又多了几分。自从他出生后，爱我的母后就像是变了个人般，满心思扑在郑轩身上。哪怕他夺走了我所有的爱，郑轩还是不满足。他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从小便心怀鬼胎。前世为了得到楚玉和荣宠，他不惜亲手害死我。如今我安然无恙，他必定会采取新的手段，但我也不会再傻乎乎等着他给我下套，而是要做好猎人，主动将这只狡猾的狐狸咬得粉碎。转眼间禁足期已过，那被封为和顺公主前往乌孙和亲的贵女早就抵达了乌孙。母后收到她传回的消息，笑得雍容。本宫就知道乌孙惧怕大汉威严，定不会怠慢和顺公主。众人应声。我坐在身旁，笑笑不说话。真正的家书怕是已经被半路拦截。我上辈子去世的消息，不也被乌孙压了半年吗？今日是母后筹备的赏花宴，我怀着3个月份的孩子，
本不该来。可是这孩子也本就不该存在。郑轩朝我这边慢慢走了过来，他脸上挂着笑意，视线落在我微微隆起的肚子上。姐姐，楚大人没有陪在你的身边吗？我与楚玉的婚事已经定下，可我知道郑轩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楚玉醉了，已经歇下。姐姐，说起来，你我姐妹也好久没能相见了。这果茶清香宜人，有缓解疲劳的作用，请。我顿了顿，并没有立刻接过他手中的茶。郑轩见此，不禁眨了眨眼，凑近我低声道：姐姐，你不会担心我趁楚大人不在下毒吧？我正要接过时，郑轩却右手一抖，将茶洒了个干净。不过是他自己的衣服。郑轩自顾自地起身道：本宫的衣服湿了，春桃带本宫去换衣服。不过半刻中，郑轩的贴身侍女春桃便急匆匆来报：皇后娘娘，楚大人醉酒，竟然对二公主行不轨之事，还请皇后娘娘做主啊！此话一出，顿时在宴会中炸开了锅，尤其是魏皇后，可谓是脸色铁青。到了休憩的殿内，郑轩受惊，紧紧扒着衣服，他泪如雨下，哭肿了双眼。母后，他柔弱的呼唤，这可把魏皇后心疼得要死。跟在身后的贵女们窃窃私语，都面红地转了过去。一旁的楚玉衣衫不整，明显是醉酒中了媚药。他一股火往天灵赶冲，顿时斥声道：来人，把楚玉给本宫拉下去砍了。郑轩却拉住了魏皇后的胳膊，摇了摇头：不要，母后，楚大人也是遭人陷害，更何况他与姐姐已经定下婚约。魏皇后气急，那难道就让你白白受气？轩儿，本宫答应过你的母亲，定会护你周全。你放心，本宫绝不会允许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站在一旁，摸着小腹。我的母后要杀我孩子的父亲，在一个孕妇面前，她还真是半点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啊！我低低地叹了口气，终于上前一步道：母后，楚玉是儿臣的驸马，纵使是杀了他，是不是也要跟臣说一声？魏皇后冷冷地看着我，或者说是看着我的小腹。她看向一旁醉倒的楚玉，眼里闪过杀机。这样卑劣的人品，如何能够上公主？是吗？我挑了挑眉，稳住肚子，往前走了走。那如果这人根本不是楚玉呢？郑轩脸上的泪珠都顿住了2秒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此人怎么可能不是楚大人？我拍了拍楚玉的脸，用力撕开了表面的人皮面具。强烈的疼痛感让他悠悠转醒。17，郑轩惊呼出声，他脸色很是难看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此人正是郑轩的暗卫，当年亲手从我手里抢走的暗卫。我轻轻笑出声，道：原来是一场误会，我们楚玉差点就要被小人诬陷了呢。转醒的17也明白了现在的处境，他为了保命，颤声吐露出了一切。皇后娘娘明察，奴才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二公主进门就抱住了奴才，还让奴才不要抗拒，说什么自己肯定比大公主滋味更好，都是二公主。魏皇后紧盯着她，鸳鸯，唰，一枚精细的银针从17的额前穿过，她瞬间没了声息。郑轩纵观全程，已经脸色惨白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呢喃道。魏皇后深呼一口气，道：今天的事情，如果有人敢传出去，就是与本宫作对。是。众人异口同声。我漠然地看着这一幕，转身离开。魏皇后突然叫住我：阿央。我头也没转：母后，还有事吗？她疲倦地捏了捏眉心：罢了，你回宫吧，晚点本宫会让人送去你喜欢的银梨羹。后来藏在房梁上的楚玉告诉我，我走后，魏皇后愣神了好久，说：阿央怎么与我不亲近了？她跟我说这话时，我正在把那一碗银梨羹全部倒在了桃树底下。我神色未变，淡淡的笑了。怎么母后自己都不明白呢？在眼线告诉我郑轩准备了迷药，又恰逢赏花宴时，我就明白他得不到楚玉，就要毁了楚玉。所幸我也没指望能够利用这一局彻底扳倒郑轩，因为他的身后有魏皇后，他只是局外人，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，
是不知道疼的，所以我亲自为郑轩下了毒。他也是第一次服用毒药，鼻孔里不断流出鲜血，身体不受控的恐慌感让他第一次在下人面前撕破了脸皮。郑未央，你疯了吗？居然在你带来的糕点里对本宫下毒！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腕，用力朝他的脸上扇了2巴掌。啪啪！郑轩被打懵了，他用锦帕捂着鼻孔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你敢打本宫？快传太医！母后呢？父皇呢？本宫要见他们！慌不择路下，郑轩喊来了所有人。我笑着贴近他的脸，好妹妹，你给楚玉下药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死在本宫的手里？郑轩强撑镇定，本宫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继续刺激他，是吗？你敢说你没有从小就抢我的东西？只因为我是嫡公主，你是庶公主，你就心有不甘，想要事事都压我一头？就连楚玉也只是你想赢得胜利的工具。闭嘴！母后最疼宠的人是本宫。郑未央，纵使你是嫡公主又如何？纵使你是皇后的亲生女儿又如何？还不是比不过我。他声嘶力竭。我目光平和，笑道：哦，你那死去的娘亲可真是为你铺了一辈子的路啊，可惜今日就要死在我的手里。你还敢提我的亲生母亲？郑轩双眸赤红，血流得越来越多，巨大的恐慌感和不受控感席卷了他全身。好啊，要死一起死！他咬着牙，面目狰狞，用力朝我的肚子上踹了下去。啊！母后和父皇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我被郑轩踹倒在地的这一幕，身下血流不止。父皇顿时震怒，即刻下旨将郑轩赐死。他却哭叫着说：父皇，是姐姐先给儿臣下毒，儿臣只是气不过，推了他一下，儿臣真的想不到姐姐会流产。母后，你救救轩儿！楚玉讽刺道：下毒？谁在给你下毒？分明是你自己上火才会流鼻血。公主还怕你会因为前几天的事心有芥蒂，特地做了这些糕点。太医，皇上，微臣已经查验糕点，的确无毒。闻言，父皇的脸色更加阴沉。郑轩更慌了，他不可置信，不可能，如果只是上火，儿臣怎么可能会流那么多血？闻言，父皇顿时怒不可遏，还敢狡辩？郑轩，朕看你是得了失心疯了，竟敢谋害大公主和朕的外孙！来人，还不把这贱人拉下去！谁敢？千钧一发之际，魏皇后终于还是站了出来。她一点一点卸下头上珠翠，平静地盯着父皇，缓缓开口：皇上，若是您一定要杀了轩儿，那臣妾这个皇后也不必做了。殿内沉默许久，良久后，父皇才淡淡出声：皇后，朕知你答应过沈珍要护着她的孩子，可是你欠沈珍的情分已经还得够多了。此刻在里面躺着的是你我的亲生女儿，是你我间唯一的孩子。她满眼失望，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朕一直都看在眼里。朕不想让你觉得朕认为你这个皇后当得实在不称职。可皇后，你此刻该心疼的是阿央。不知这话哪里触碰到了母后的开关，她竟忽然红了眼。就因为阿央是臣妾的亲生女儿，臣妾才知晓不能让阿央沉溺享乐，所以臣妾从小就对阿央期望很高。她是大汉唯一的嫡公主，怎么可以跟普通公主相比？臣妾对阿央的情分，纵使是皇上也不会懂的。他呢喃道。看着自己爱了一辈子的女人，父皇终究是妥协了。罢了，死罪可逃，活罪难免。公主郑轩品行无德，阴毒自私，即日起褫夺公主封号，贬为庶人。模糊间，我的脸上滴落了几滴水。我刚开始还以为是婢女失手洒落了水，可后来我还听到了母后的声音：阿央，别怪母后，母后都是为了你好。轩儿自幼便没了母亲，与你是不一样的。原来这是魏皇后滴落的脏水。我顿时便不想醒了。沈珍是为本宫而死，本宫不能看着她唯一的孩子死去。至于你腹中的孩子，你和楚玉还年轻，还会再有的。说着，他已经开始重重咳嗽起来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
魏皇后的身子便不太好了，时不时咳喘。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下人没照顾好她，让她吹了风，可我前几日才发现，这一切都是另有隐情。待皇后走后，楚玉才从屋外走了进来。公主已经清理干净。楚玉的视线还若有若无地飘落在我的小腹处，似乎有些失落。我失笑，还看什么？这里本就没有孩子，若是没了那些药，只怕一天就要让人看出来。是了，我和楚玉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全靠楚家的迷药营造出我怀孕的假象。从前我也将名声看得比命都重，在乌孙受折磨的那几年，我恨不得刮掉身上的每一块肉。可是又活了一世，才发现生命是多么珍贵，能活着就不要寻死。一个名声换来的生机很划算。自郑轩被贬为了庶人，皇后也被撤去了协理六宫之权。父皇也许是想通了什么，一连几日找我下棋。日子渐渐过去，一晃也近6月。安静对弈的父皇突然停下了捏棋子的手。未央，这些年是朕疏忽了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愣了愣，又笑。父皇怎么说这些？朕知晓你是个有主见的孩子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朕想作为一个父亲来补偿你。见父皇正色下来，我也不再散漫。什么都行，什么都行。好，那臣要封地，要保障，要再也不被人所左右。允了。临了，父皇的眸子里又多出了几丝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未央，答应朕，别恨你母后。这次我没有很快地回应他，沉默良久，我才开口说，父皇，儿臣做不到。他没有再劝我，而是语气沉重地说，你母后的病治不好了。我当然知道她的病治不好了，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她为什么会患上这样的病。沈真原本只是母后宫中的一名洗脚婢，一朝爬上龙床，为求子女安稳，她不得不算计好了一切。从她难产血崩，身体亏空，到设计买凶再救下魏皇后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郑轩能够平安富贵。她知晓自己活不长了，但为了孩子，她只能冒险一搏。输了，孩子年幼，是无辜的；赢了，孩子必定会无忧一生。怎么算，沈真的决定都算是明智。可她千算万算，没算到郑轩为了给母报仇，竟然常年对魏皇后下毒。算算时间，当年有关这些事情的见证人也都被楚玉寻毁了。所以当母后看到这些人时，气得直接吐出了一口淤血。沈真好手段，她几乎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。知晓了是谁将她害得这么苦，她再也不想再看到郑轩。东窗事发，没了皇后的庇护，郑轩过得连宫里最下等的人都不如。可她依旧不肯低头，而是疯癫大笑。我母亲救了你，你将你的女儿的半生都补偿给了我，怎么不值呢？魏皇后，你多可笑啊！为了我，竟然肯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去和亲。你知不知道乌孙是个地狱般的存在？我要是郑未央，早就恨死你了。这话再次把皇后气得够呛，她不相信地找来乌孙家书，上面分明有和顺公主的日常和平安汇报。她怎么都不相信乌孙是个吃人的地方。明明天朝威严，乌孙区区小国是不敢造次的。如今只有和顺公主的家书能够让她安心一些。她坚信自己是爱未央的。可事与愿违，在郑轩入狱的第2个月，和顺公主的家书断了，或者说终于收到了和顺公主真正的家书，上面血迹斑斑，色泽陈旧。和顺公主竟在和亲的第3个晚上就已经自裁，派去皇后身边的引线过来跟我说，公主娘娘病重，只求再见你一面。彼时的我正在去往关押郑轩的牢狱，多日折磨让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公主殿下狼狈不已。哪怕下人特地清理了一下郑轩，可我还是能够闻得见他身上传来的腥臭味，那是肉烂了的味道。看见我，郑轩的唇边不禁溢出一丝笑容。你来啦！本宫这几日日日都做着一个梦，梦里啊，你成功替代本宫去和亲了，楚玉也没有成为你的驸马，本宫的计谋也没有被揭穿，母亲的计划一切都在安稳执行。而你
应该死在那吃人不吐骨头的乌孙。那个梦好真实啊，真实的就好像曾经发生过一般，本宫多想让它成真，这样如今的阶下囚就不会是本宫。等他说完，我眼皮抬也未抬，才缓缓道：沈轩，如今你只是一个庶人，是不能自称本宫的。父皇剥去了你的姓，也是不想染上你这个污点吧？你是来耀武扬威的。郑轩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。贱人，你凭什么来找我耀武扬威？你的前世7年，哪一年不是活在本宫的阴影里？如今我只是走错了一步，你就迫不及待地得意炫耀？我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：不，本宫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。乌孙王妃心丧，乌孙王感念汉朝皇恩，又重新求娶了一位公主。你猜猜，这次会是谁呢？我的视线在郑轩身上停留2秒，玩味地笑了。郑轩愣住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在吓我？他这才知晓恐慌，他拼命摇头，声音有些发抖。我不会去乌孙的，你别想威胁我，大不了我就自尽。好啊，你自尽吧，这样你母亲的坟墓怕是不得安生了。沈轩，你自己想想吧。我的话言尽于此。至于什么坟墓，那在魏皇后自知被欺骗时，就已经派人去挖了个干净。可沈轩人在大牢里，谁会告诉他呢？还有啊，其实父皇已经决定攻打乌孙，可牺牲沈轩能够让乌孙放松警惕，何乐而不为？沈轩离开大汉去乌孙的第2日，魏皇后又病得下不了床了，她又派人来请我，只求能够见我一面。可那时的我早就带着楚玉去往了我的封地。至于他，唯愿此生不复相见。后来我也时常在想，母后是真的不知沈真的算计吗？她一个宫女，想出来的手段粗鄙简单，分明是随便查查都能查出的东西。慢慢的，我也想通了，她不是不知，也不是不想，而是根本就懒得寻找所谓的算计。毕竟沈真死了，还去计较什么呢？留下的郑轩能威胁到他什么？无非是分些疼宠罢了。想通这些，我又气得多吃了2碗饭。番外，魏皇后视角，和顺怎么就死在了乌孙呢？听了奴婢们描述和顺生前所承受的痛苦，我是又惊又怕。我不由得庆幸，还好阿央没去和亲。可是那孩子还能原谅我吗？阿央，母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成长为一个更好的公主啊。养了郑轩16年，他却对我下了10年的毒。郑轩啊郑轩，如今本宫才明白自己到底亏欠了阿央多少，所以本宫又去请了阿央。可听人说他在和皇上下棋，我心安了。只要阿央还在汉宫，我们母女俩总有一天会见面，我的阿央总有一天会原谅我。沈轩去和亲了，哈哈哈，真是大快人心。这个贱人害得我和阿央这般苦，应该下18层地狱。不是我的错，我也害苦了阿央。我是不是也该下18层地狱？他走了，他不肯再见我最后一面，或者说阿央这辈子都不肯再见我一面。可是阿央，母后真的好想你，大概是快死了。我近日频繁地梦到阿央的小时候，那时他3、4岁，乖乖软软的，扎着2个我梳的小辫子，唤着我母后。她的眼睛跟葡萄一般，漂亮澄澈。阿央是什么时候开始与我生疏？大概是我把郑轩接到身边，亲自教养时吧。又梦到我的阿央了，不知他在封地过得好不好。这次梦到了阿央去和亲了，好恐怖的梦啊！我的阿央，那般尊贵的公主，怎么可以被那些野蛮之人践踏？还好是梦啊。皇上又新纳了一些妃嫔，她们都跟花一样，鲜艳夺目。什么是属于我的呢？唯有阿央。可她不肯回来，也不肯要她的母后了。是啊，我或许不配成为这孩子的母后，可是阿央，母后真的好想你。阿央，能不能再叫我一声母后？罢了，等不到了。阿央，我的阿央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